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呢，我们会带给大家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 ChatGPT 又发布了最新的模型 ChatGPT 5.6，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我觉得会和之前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待会我们会聊到更多。但是呢，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拍摄了和别人一起访谈的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形式的一些心得。那其实整个过程中，我会觉得是蛮好玩的，因为比起我需要自己准备很多资料，但是如果你在跟别人采访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你只需要准备问题，所以我就只是一致的在听他说话，然后听他想要讲什么，然后不断的丢出更多的问题，然后想要看他对这个方面、对那个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所以我觉得整套做下来，其实我觉得那过程中我是很喜欢，而且是很轻松的。然后同时间你因为能够听到很多不同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在我上个星期做完这个 podcast 之后呢，其实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蛮好的。然后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嘉宾，或者是我也很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嘉宾，我能够邀请他来一起来聊聊更多关于 AI 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是有把 AI 落地到自己的企业里面，或者是落地到自己的工作里面，那其实都是我很想要一起聊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兴趣跟我一起聊聊，那你可以直接联系我。我其实很期待可以跟更多不同在使用 AI 的人，具体的去看到底他们在日常中、在工作中、在他们的企业中是如何去导入 AI，如何在他们的领域当中去发挥更多 AI 的一些功能。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值得去学习的部分。尤其是现在，我觉得 AI 已经完全变成了是一个通才，就是它应该是全部人都会的一个通识的一个能力。所以呢，这个时候如何导入进自己的领域，那你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如何让 AI 增加更多的效率，或者是带来更多更好的结果，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每一次这样子的采访呢，我发现到其实自己会学到很多，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会不断的是听到一些新的想法也好，或者是重温你在使用的方法，或者是它会让你去调整你的一些使用方式。像我那时候跟 Simon 聊完之后，其实我也有很大的一些启发，回去之后我也有调整了很多我的使用方法。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期待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不一样的方式去真正的聊聊大家是日常是怎么样去使用 AI 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在讲 ChatGPT 5.6的发布。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东西是，比起之前呢，我们每次在讲的是，ChatGPT 又发布了什么东西，我要马上的去使用。但是这一次呢，可能会让你非常的失望，就是虽然它刚刚发布了最新的5.6，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外国人，也就是讲，如果你今天不是美国公民，如果你今天不是美国人，你今天不是美国企业，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可能会拖得蛮久。目前为止，他们的一个时间线是可能会拉到2、3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具体的时间线完全不知道，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出口管制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讲，现在发布一个模型，就好像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芯片。那这个芯片呢，是属于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它必须去管制它。所以当你想要出口的时候，当你想要卖给非美国人，当你想要让非美国人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模型的时候呢，现在都会被很严重的去做一个管制。那就是现在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出口管制，还有对于整个中美 AI， 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身为不是美国人的一些外国人，那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挑战，或者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的 AI 趋势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 ChatGPT 5.6具体发布了什么。那这一次的这一个 preview 版本，或者是它的之后的整个5.6的版本呢，它其实是有把它变成3个模型，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它现在就是一个模型，但是分成了3种不同的使用方法，或者是不同的一个能力。那我自己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呢，就是我们把它直接看成了好像我们每次在喝饮料的超大杯、大杯跟中杯，也就是讲根据你的不同的使用需求，当然你付出的价钱跟你获得能力会不一样。那第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超大杯的模型呢，它的名字叫 Sol， 也就是太阳的意思。所以它这次用了一些非常艺术性的一些取名啦，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叫做 ChatGPT 5.6 Sol。所以它现在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呢，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取名。那第二个就是属于大杯的这个程度，它就是我最期待一个模型，它叫做 Terra， 它叫做地球模型。那最后一个呢，现在有了太阳，有了地球，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月亮，所以基本上它好像是用3个不同的星球的大小来做取名字啦。那第3个呢，就是一个中杯，它的名字叫做 Luna， 那它就是一个月球的一个模型。
所以呢，就是通过这样子把同一个有很强大能力的模型呢，直接切分成3种不同的使用形态，它就能够解决现在消费者面对最大的问题，尤其是我自己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我发现到我最近在使用 Claude 这样子的一个 AI agent 的时候呢，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 token 一直不够，我的 limit 一直会 hit 到，就是比如说它现在的模式是每5个小时你能够使用这样多的一个量，当然就取决于你的订阅多少。但是我现在订阅已经是 Max Plan 了，也就是现在是付出差不多1个月$100的这一个程度，但是呢还是不够用，就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以前$20不够用，我觉得跳到$100之后是很舒服的，但是现在到了$100之后还是不够用，可能是我现在开始开发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比如说我们讲这个5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线里面呢，可能我大概2、3个小时就已经把我5个小时的 quota 给用完了，所以接下来的2到3个小时呢，我就只能够干等。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必须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个模型 refresh 了之后呢，我才能够继续的使用。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流程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我的工作效率会有多大的影响。就是有时候发现到，我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处理完，等下要开会了，但是现在这2个小时就是绝对没办法用了。所以其实我现在做的方法就是呢，我同时间也有在用 Codex， 那 Codex 我使用的就是一个 Plus 的一个 plan， 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 plan。那至少我有一些quota， 有一些的 AI agent 能够帮我继续的处理任务。所以我觉得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的 token 完全不够使用，我又不想再升级了。那我当然期待的就是一个，要么它能力更强，但是呢，不管它能力强不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一个消耗必须是足够少，或者是它整体的使用的这个 token budget 呢是非常少的，这样子我才能够在同样多的一个 quota 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一个使用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一个模型的形态。那现在呢，他们有3个模型，超大杯呢基本上对标的就是 Claude 的 Mythos 或者是它的 Faber 5。那严格上来说，这一个模型呢就直接是比原本的 Opus 更加大一个层级的一个模型，所以我们叫它超大杯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太阳的这个模型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卖点就是它的能力是能够达到业界顶尖，甚至呢他自己放出的一些对比图表呢，已经可以看到它在很多能力上呢，甚至是超过了 Mythos 一点点。也就是说，之前 Claude Mythos 呢是大家一直以来非常震撼的嘛，就是它能够破解很多的 bug， 它能够找到很多企业端很多隐藏已久的一些 software 的 bug。但是呢，现在这个 ChatGPT 5.6 说的这个模型呢，也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次让我们感受到，ChatGPT 好像又回到了巅峰，它又回到了第1名。当然，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一个程度，目前为止能够使用到的人真的很少，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回馈，这个也是我们陆续会关注的地方。但是呢，它至少抛出了这样一个期待，就是即使我没有达到第1名，我也已经做到了目前为止 Mythos 或者是我们讲 Faber 5在做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超大杯模型。当然呢，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会比之前更贵啦，所以绝对是会比之前的 ChatGPT 5.5会变得更加的贵。那再来呢，第2个模型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修改方向，它的能力呢是非常接近 Opus 4.8，甚至是超越 Opus 4.8一点点，也就是讲它现在已经达到了 Opus 4.8的一个程度，它就是我们讲的大杯的这个模型，它就是地球的这个模型叫 Terra。那这个 ChatGPT 5.6 Terra 呢，它最重要的重点是它整体的消耗是比 ChatGPT 5.5少了1半的消耗。这个从我的这个使用案例来看呢，你就会发现到它是一个最符合我也最需要的一个程度，就是模型变得更聪明，但是呢，它的整体的算力少了1半。这个就是我很期待的一个模型，因为我会觉得它在日常使用中，或者是大部分企业在使用中，可能这个是更加适合的一个模型。Opus 4.8一直以来都是业界的顶尖，甚至呢，现在 Gemini 的 3.5 呢，也好像无法跟 Opus 4.8去真正的抗衡。所以这个时候呢 ，ChatGPT 5.6能够做到 Opus 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是最受关注的。同时间呢，它现在的整体的消耗竟然比Opus 4.8少了1半，所以其实它会让我更加的想要用在 Codex 或者用在 ChatGPT。我觉得这个模型会是更加能够影响我的工作流的一个模型。那其实对我来讲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 token 里面呢，我会觉得它跟手机的电量很像，就是当你的手机电量不够的时候，你手机的电池没有办法支撑1天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就中间你要找 power bank， 你要找一些方法去充电它，其实那个使用体验感就会很不好，因为你会一直看到它不够的情况。但是呢，这个电池并不是越大越好的，它的程度比较像是只要你够用就好。
它的概念就好像今天呢，如果你的电话已经是能够做到一天一充，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它还是非常足够，那你其实晚上就会再去充电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完全的解除你的这些焦虑，然后你就可以不再理会这个东西，它也不再成为你的生活中的一个烦恼。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并不需要更大的一个电池，如果它今天出到了可以耐2天、耐3天的电池，其实对你的影响力不一定很大，因为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这一个电池的大小对你造成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model 也是现在处于一样的情况，就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 clock 一直 hit 到 limit， 在3个小时里面就 hit 到5个小时的 limit。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减少一半的使用量，或者是能够让整体的使用量变得更低，那我是不是5个小时就不会 hit 到？那其实只要每5个小时我都 hit 不到我的这个 limit 呢，我的整个使用体验就会变得非常好，因为我不会再管你到底给我多少 limit 的，反正我都 hit 不到。然后你给我更多，其实我也不在意，因为我也 hit 不到。所以我其实期待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就是真正 AI agent，我希望能够做到的是，至少我们在工作的时间点里面不会被这个AI token 给 limit 的。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我觉得 Claude 做的非常不好的地方，也是它开启这个头。当然最主要它开启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算力严重不足嘛，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被解决。所以当然如果你说这个部分的话，肯定是 OpenAI 或者是我们讲的 Codex 会是更有优势的，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提前预备、提前囤货了很多的算力，他们之前大幅度的使用自己的资本，不断的投入算力，不断的投入算力，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会带来这些回报，它就能够让它在竞争上面，它就能够给它的消费者有更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个是我最期待 ChatGPT 5.6，或者是我们讲的 ChatGPT 5.6 Terra 这个模型，我最期待的一个部分。那最后呢，则是它的中杯的这个模型呢，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它的能力是非常接近 ChatGPT 5.5，或者是非常接近 Open 4.8的，但是它整体的使用的这个 token 会非常的少，所以我会觉得它可能是对标 Sonnet 5，或者是它可能是对标 Sonnet 4.6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所以我觉得它更加适合的使用场景，比如说是对标那些，我今天只是想要用最低的成本去订阅一个模型，我想要开始我的 AI agent，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因为它是非常便宜嘛，或者是可能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多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先用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模型去制作一个计划，它把整个 coding 的计划或者整个我要做的 project 的计划给整理出来之后呢，我再使用一个更加便宜、更加轻的一个模型，让它去把所有的 coding 执行出来，让它做最后的执行者，做完全部的步骤，因为这些执行的部分是很消耗 token 的。这个时候呢，我使用一个更加轻，但是呢，它整体的使用花费是比较低的一个模型，它就能够节省我的这个成本，它就能够节省我的这个 limit。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月亮的模型或者叫 Luna 这个模型呢，它最主要在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从这3个分类里面，会觉得 ChatGPT 真的是已经找到了大家需要什么。第一个，它推出一个让大家没有话说，绝对是第1名或者是第2名的一个存在，就是让大家记得 OpenAI 还是最领先的。再来呢，它推出一个对大部分人最需要的，就是我今天有高强度的一些工作，我最需要的一个模型，我可以大量的依靠它，同时间它的消耗比以前少了一半，所以呢，我能够做到比以前更多的事情。那在最后呢，它则是推出了一个大众更适合的一个版本，也就是今天我想要更低的程度入门，但是呢，我这个模型也比可能3个月前、半年前更强的一些模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能够做到的能力可能是比以前更多，甚至跟以前差不多，但是呢，整体的消耗量变得很低，让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ChatGPT 5.6呢，其实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发布。但是呢，它现在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再是问，你什么时候推出一个新的模型？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能要问的是，我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就它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我觉得很大的一些改变。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呢，这个 ChatGPT 5.6呢，它目前为止是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出口管制的，所以他们是在进行非常严厉的一些审核。那这个审核的方式目前只开放给一些美国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都是必须透过美国政府的一个注册，你才能够去使用。也就是讲，如果你不是他的这些 trusted partner，你不是这些美国人，那你其实是不能够使用这个模型的。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去区分这样子的一个美国人跟非美国人能够使用到的一个权益。当然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以前 ChatGPT 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发布了一个模型，全世界都能够马上使用，或者是在接下来的可能1-2天里面就能够马上使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在3个星期，是在2个星期，是在1个月之后我们才能够使用，或者是我们这些非美国人可能永远都不能够使用到完整满血版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整体的竞争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接下来你这个国家的企业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竞争的时候呢，你使用到的模型都不是最顶尖的，你没有看过最顶尖的模型，他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影响。当然，美国政府会实施这么严厉的一个出口管制呢，最主要就是要限制中国的这些模型，中国这些公司呢能够获得最强模型的这个能力。尤其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呢，已经是在进攻方面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它今天能够去查找很多系统的一些漏洞，它是能够让这些 hacker 手上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那这个时候呢，对于可能 hack 入全世界最关键的一些 software 呢，就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主打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其实进的是因为你的这个模型呢，会对我们的这些 software 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在我评估这个影响是不是能够对全球造成很大的严重的影响之前呢，我必须先暂时的把你管制住，确保你这个东西符合了规定。也就是现在 OpenAI 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我相信 Claude 也做很多努力，就是他们会尽量的不让别人去使用。比如说当他发现到你有这样的一个 intention， 你想要去 hack 别人，或者是你想要去查看某个东西漏洞的时候，他怀疑你是属于进攻的性质的话呢，他就会直接把你 block 掉，或者是直接不去回答你这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它在加强攻击的同时，其实它也加强了防守。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很重大的公司，或者是如果大部分的公司都能够拿到这样子的一个防守的这个能力的这个 AI 的，那其实就能够做好很多的防御性的措施，确保大家在攻击它的时候，它已经先修复了这些 bug， 修复了这些漏洞。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你今天呢，主要是想要强化防守的部分，但同时间你当然没有办法禁止别人去做进攻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它非常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 OpenAI 已经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大幅度的能够加强大家在做防守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对于全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能够快速的修补你的系统上面的漏洞，让别人或者是 AI 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 hack 进你的系统里面，所以其实对于防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 OpenAI 现在的一个表态，他希望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长期会发展的东西，他也觉得自己在防御上面做得很好，不会让这些想要进攻 intention 的人呢，能够这么容易的获得这些找到漏洞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他们在跟美国政府的一些协商的过程，但是呢，结果就是无论是现在的 Claude 的最新的 Mythos 的这一个模型，或者是 Faber 5呢，就是已经上线了3天之后呢，就被美国政府强行下架。所以呢，现在 OpenAI 也面对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些最顶尖的模型，他们都被禁止出口，他们都被禁止外国人去使用这些模型。当然，就是为了防范中国人可能冒充别的国家的人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去把这些模型给蒸馏出来，让他们的 AI 能力大幅度的进步。这个也是之前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中国的模型呢，都是蒸馏Claude 的模型而来，因为 Claude 当然是最顶尖的嘛，所以这些中国的开源模型或者是中国的模型呢，他们在创新方面可能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快，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我去抄对手嘛，所以我就直接去了 Claude 那里去做蒸馏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去把他的答案抄起来 ，Claude 会这样子回答，Claude 会这样的方式去思考，那我就把这整套流程全部都尽可能抄下来。当然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中国模型是非常强大，它里面的人才很强，强在他们怎么样去运用 Claude来蒸馏自己的东西出来，因为 Claude 不可能这么简单的会吐出来他们要吐出来的一些东西，但他们就是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蒸馏，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些中国 AI 模型的这些人才呢，他们是非常强，可能这个也是美国政府最放心不下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回到最后的结论呢，从我自己的角度呢，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禁止呢，并不能真正的阻止问题，甚至呢可能会让全世界更加的导向中国的一个模型。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现在他们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就是假设我们讲之前可能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呢，就是我们讲假设呢之前中国跟美国的模型可能差了一个40% 的一个程度，就是美国模型一直都能够领先多一个40% 的一个程度，所以中国模型永远就差了一点点，一直追不上。可是现在问题是，比如说在经过了3个月到6个月之后呢，我推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这个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呢不能够马上上线，本来这个时候可能我已经超越对手更多的一个模型，但是我不能够马上推出来，我需要经过美国政府这么严厉的一些检查审核，最后可能拖了几个月之后才出现。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其实它就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了，因为很多中国模型之前蒸馏好的，或者是他们也在不断的努力训练，努力的去调配他们的模型嘛。那这个时候呢，很可能已经把那个差距减少到了可能20%或者10%，所以是已经非常接近你的上一代模型。当然，你的新一代模型很强，但是在这样
样子的一个窗口期呢，你拖得越久，会发生的情况就是呢，有了中国的开源模型，或者是中国的模型非常的便宜，它能够做到现在最顶尖的这个模型的，可能少过它的一个10% 20% 的一个程度，但是它整体的花费低了这么多，我整体的成本能够下降这么多，那我没关系啊，我也不需要追求最强大的模型，现在我只需要追求真正是达到一个 balance 的一个模型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当然会去选用中国模型。因为你的最强大的美国模型都还没推出来，我也不懂什么时候可以到我才去使用。等到你这个美国模型推出来的时候呢，当我发现它很好用的时候，可能再过不久的时间呢，中国模型又能够马上追上来。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是在这个东西似乎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根本的问题啦。中国模型依旧会是追得非常的近，加上因为他们没有这些限制，我觉得反而会更加的让全世界导向去使用中国模型，因为它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的新的模型又不能够马上的推出，然后你推出之后呢，你又不能够真的阻止这些全世界的顶尖人才去蒸馏你的模型，去把你的模型变成让他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些养分，让他们更快的迭代自己的模型。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它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会变成是所有非美国的这些公司也好，或者是个人也好，只会更加大幅度的去使用中国模型，反而让美国模型最大的那个优势就是，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我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创新的领先，让我能够在市场上 grab 到大部分的 market， 让我有更多的这些资金，让我有更多的这些收入，能够支撑我去研发更强、更快、更创新的一个模型。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美国政府出口管制的一个程度，反而会让整个模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导向中国公司，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看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再是看到底 OpenAI 发布了什么最新的模型，到底 Cloud 发布了什么最新的模型，我们可能更加要看的是，那这个模型我能不能够使用？身为一个非美国人，身为亚洲人，身为马来西亚人，我是不是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轮到我使用呢？还有就是，是不是中国公司已经推出了更加便宜又非常接近的版本？那么从整个成本上考量，从效率上改良，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些开源模型，或者是中国的这些最顶尖的模型，才是接下来全世界可能更加需要的一个方向。那我这个星期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